新手养多肉不敢浇水，一个小方法，看一看，捏一捏，轻松控水出状态。说起萌萌的多肉植物，大部分人都喜欢，但是很多人觉得难养。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连怎么给它浇水都不知道。有的浇得勤，结果肉肉没几天就烂根黑腐了；有的则是不敢浇，最后肉肉根系干枯也死了。所以说，怎样给多肉植物浇水，是新手肉友初入肉坑的时候面临的最大问题，这也是为什么人们都说浇水3年功的原因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本期我们说说养多肉植物，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。多肉植物浇水。多肉植物原生态家庭。多肉植物最初大都是生长在土壤非常贫瘠的山地、沙砾或者岩石中，而且这些地区常年降水都不多，偶尔遇到雨水多的时候，由于土壤贫瘠的原因，水分也很快就会流失了。在这样的恶劣环境条件下，多肉植物慢慢地进化出了如骆驼一样的特性，在遇到雨水多的时候，它们就会拼命地吸收水分，并把这些水分全都小心翼翼地储存，积累到自己的茎叶中，以供在那些缺水的苦日子中不再苦兮兮的难熬。这其实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是一个道理。多肉植物走进大城市。而当这些多肉植物从原生地逐渐变为园艺品种，走入我们的家庭之后，它们的这个特性是一直都没有变的，遇到水还是拼命吸收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节制地给它频繁浇水，它们要么会因为吸收过量而直接撑破肚皮，这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多肉植物化水，要么因为盆土长期积水，肉肉根系不透气而直接烂根。所以多肉植物是坚决不能频繁浇水的。但是但凡植物都需要水，多肉植物只是对水分的需求较少而已。如果因为怕它烂根或者化水就不敢浇水了，一旦断水时间过长，会导致肉肉的根系干枯，而根系干枯之后，肉肉就失去了吸水能力，这时候无论浇再多的水它也吸收不到了，只能从茎干的其他地方长出气根，少数的可能会通过气根重新活下来，而大多数都只是一点一点地消耗掉茎叶中的水分，最后干枯而亡。多肉植物浇水不能按天算，多肉植物不能多浇水，也不能不浇水，而是需要控制浇水，简称控水。掌握了控水的那个度，等到肉肉的盆土干透了再浇水，让盆土有一个干湿循环的过程，让多肉植物的根系有一段透气的时间，肉肉自然不会因为浇水而出现问题，反而会越长越胖。但是就是这个度才是极难掌握的关键所在，因为个人有个人的实际环境，无法千篇一律地去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。打个比方，你问一个大神，您的多肉多长时间浇一次水呀？大神可能会回答8天浇一次，然而大神的配土是8成颗粒加2成泥炭的，所以他的多肉植物可能到了第7天就干透了，而你的配土却是颗粒泥炭55开的，到第8天可能只是盆土的表面干了，深处却还是湿的。如果按照大神的标准去浇水，你的肉肉自然不是土长就是烂根了。而即便是你的配土和大神一样，但是你们的多肉植物品种可能不一样，花盆的透气程度也不相同，还有就是季节、天气、坐标、光照以及肉肉大小等各种因素，这些都在或多或少地影响到盆土的干湿快慢。所以说，单纯的以几天为单位去给肉肉浇水是行不通的。多肉植物浇水判断方法。怎样才能准确地判断多肉植物的盆土是否干透了呢？其实这里还真有一个很直观也很简单的办法，那就是观察肉肉的叶片，在不缺水的情况下，它的所有叶片都是饱满硬挺的，而什么时候底部的叶片看起来有些发皱，捏一捏有些软乎乎的时候，就说明盆土已经干透了，肉肉已经开始消耗自身的水分了。这时候再等个1-2天，等到它底部至少有2层叶片都变软发皱的时候，就可以痛快地给它浇透水了。
通过这样的浇水，肉肉变软的叶片又会重新变回饱满，我们也无需担心它会烂根徒长，因为有干湿循环的过程，肉肉的根系还会越来越发达，上色出状态也非常容易。这种浇水方法也是很多大神们实践出来的基本控水操作，虽然非常简单，确实非常有效果。另外，浇水的时间点如果是夏季高温的时候，要选择晚上稍微凉爽的时候；如果是春秋冬季温度低的时候，要选择中午温度高的时候浇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促进水分快速蒸发，防止水分在盆内闷根，导致烂根。温馨提示：叶片变软发皱是缺水的一个信号，但并不是说变软发皱就一定缺水。当你浇水之后叶片没有饱满，那么也有可能是根系出了问题，也有可能是晒伤等等的原因。以上就是判断多肉植物什么时候浇水的简单小方法，只需看一看，捏一捏肉肉的叶片，新手也能轻松掌握，根本不必再用什么3年功。你觉得这个方法如何呢？如果你有更简单有效的方法，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分享哦。当然，关于多肉植物养护，你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看到后都会回复的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，并转发给更多肉友。频道内社区已经开通，里面会分享一些养护小知识，欢迎你来玩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